李曼，我是陆离。我要回家。我操！回家吧。你已经到家了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我要回家。这就是你的家。来吧，我先扶你上床。可以了。你怎么会化妆啊？你要是家里面有2个不化妆绝不出门的女人，再蠢也学会了。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搞得我跟变态一样。江梓潼小时候头发都是我扎的。当你妹妹真好。当我妹妹可不是最好的，当我老。时间不早了，走吧。好，来看这里，来微笑一下。好的。哎，你来了。签证是吗？我正好带陆离来见世面。啊。交流会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，我先介绍一下投资人给你认识。好。你小心啊，可别崴着脚了。我没事，你别担心我。谁担心你了？我是怕你给我丢人。一成，这边。Hello。哎，江总。江总。李总在那边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想法，就是互动性的游戏，用手机和 PC 端相结合。我们在外面的时候用手机玩游戏，回家之后用 PC 玩游戏。您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是，哎，这个项目你想吃什么？我夹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好像不太爱说话呀。不是不爱说话，是不太想说话。你可真有意思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江总的秘书吗？我是程序员。你在和我开玩笑吧？我不信，除非你能证明你自己。怎么证明啊？这样，
你告诉我一个如何和程序员打交道的秘诀。哦，你绝对不能说他们是修电脑的。不，绝对不能说他们做错了。吃点菜。啊，陆离，啊，买单去。哦，小心点啊。江总啊，你这样就不够意思了，说好是我买单的。李总，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我当然要尽地主之谊。您别着急，下次去深圳的时候您请客。那个项目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左膀右臂，小刘啊，各方面都很优秀，就是至今还是个单身。江总，有机会帮忙给他物色物色。李总，这个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刚才那个小姑娘就不错啊，我看他们两个聊得挺投机的，很开心啊。我也觉得陆小姐挺有趣的，而且她还是个程序员。那是看对眼了。来，把酒杯举起来。谢谢江总，给你保个媒吧。谢谢江总。又让二位失望了，刚刚忘了介绍了，那位陆小姐是我妻子。一成说我穿蓝色好看，我没想到你也挑了这个颜色。啊，是他让我这么穿的。看来他的审美还是跟以前一样。我跟你不一样。我和你其实以前挺像的，但我现在确实不一样了。我现在能够给他介绍人脉，能做许多以前完全做不到的事情。事业跟感情无关，我想他今天带我来，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。作为过来人，我其实特别想提醒你一句话：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。什么意思啊？一成之所以这么拼命地拉投资，就是为了摆脱他父母对他的人生控制，以免再次被威胁，不得不做出一些让他后悔的选择。不用我再继续说下去了吧？先敬一杯啊！来，再倒点，倒点啊！江总，我实在是喝不下，还能再喝一点。有时间一起去钓鱼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一成，一成，你没事吧？李曼，别碰我，我要回家。你们别碰我，慢点。我要回家。哎，小心！来，我扶你。来，我来吧。我要回家。李小姐是想跟我们一起回家吗？那你也早点回家休息啊。走，我们回家。这个好东西。慢点儿。志强，
哎，慢点，啊，慢点啊！床在这儿了，来啊！李曼，我是陆离。我要回家。我操！回家吧。你已经到家了，这就是你的家。我要回家。这就是你的家。来吧，我先扶你上床。李曼，或许你爱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也许你只是要挣脱，要挣脱，回不去毛毛虫，也飞不出残蛹，就这样被困在纠结中。我不懂温柔，努力学包容。谁说风雨后就有彩虹？或许你爱的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也许你只是要挣脱，要挣脱。整个世界都推掉，只烦恼你的烦恼。突然下起雨，你要回家了，我一个人待在无人的街道，天空对着我狂笑，任雨水往脸上浇。世界回来了，但我回不去了。我要找陆离但我回家。不去。所以，他让我参加游戏比赛，而且必须拿到第1名，就是因为想拉到投资，摆脱他爸妈的控制和我们的婚姻。张雨晨手机号多少？哎呀，你干嘛呀？
我要让他见识下什么叫口吐芬芳，这个渣男。他不是渣男，他只是不喜欢我。我每次看到他和李曼在一起，我喉咙里就像卡了一个刺，我吐也吐不出来，咽也咽不下去，我真的好难受。李，他的名字也有一个林字，你说是不是故意的？是天意吗？天什么意啊？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为了这一棵歪脖子树放弃整片大森林。可我的森林里只有它一棵树，而且它也不是歪脖子树，它高大挺拔，树叶茂密，它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一棵树。好看又不会为你开花，傻子。但是我会啊，我每次看到它，我就变成了一棵会开花的树。哎，这个我会背。如何让你遇见我，在我最美丽的时刻？为这，我已在佛前求了500年，求他让我们结一段尘缘。两只手，佛于是把我画成一棵树，让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。哦。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，朵朵都是我前世的期盼、盼望。当你走近，请你仔细听，那颤抖的夜，是我等待的热情。而当你终于无视地走过，在你身后落了一地的哎呦啊，那不是花瓣，那是我凋零的心啊！吃的，来吃的。你竟然敢夜不归宿！等我吃完早饭再收拾你。今天没有给你做咖啡，喝一杯蜂蜜水解解酒。谢谢啊。我酒味很大吗？昨天没洗头。昨天没回家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别错了啊！江总，陆离呢？好像去那个陈总的办公室了。哦。所以你还没来得及跟奕成聊天。其实之前让你退出玄中记去参加比赛，他是有原因的。是因为林曼吧？是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他因为……你脖子怎么了？这是给陆离解酒用的。我再给你倒一杯。甜的发腻。豆豆，你喝酒了？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没电了。你撒谎能不能撒得高级一点？不要拙劣到让我马上就可以拆穿你。好，我就是不想接你电话，可以了吧？你什么态度啊？是你让我说的实话。你夜不归宿还有理了？我不是机器人，我有情绪的，我也会不开心的。你不就是因为我让你退出玄中记才不开心吗？你只要好好完成我交代给你的任务。我知道了，你不用再强调了，我去工作。你站住！
我话还没说完呢，你是吃枪药了吗？好，我不跟你计较，那咱们聊聊工作。游戏比赛有时间限制，你对游戏有构思了吗？没有。你对拿第一这么胸有成竹吗？一不接电话，二不汇报工作，三夜不归宿还喝酒。身为一名员工，你连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？你再看看你现在一身酒气的样子，让你退出玄中记，是我做过最明智的决定。李成，你要是不想参加游戏比赛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，这个游戏比赛不是非你不可。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到无可替代了吧？他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当真。我会完成比赛，拿到第1名，我会打乱你的计划的。陆离，计划？什么计划？你在说什么？酒还没醒吧？自己倒。我可是伤员。你活该。你为什么不好好解释一下跟他？你看他什么态度？我解释他听得进去吗？哎，我是老板，他是员工，工作上就应该公私分明，不能因为我跟他私人关系影响工作。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像什么呀？像一只赶着拆房子的哈士奇。你说我像狗？江一成，我认识你这么久，现在才发现你情商真的低到令人难以置信。我本来想好好帮你一把，你自求多福吧你。喂，你不会以为你真的重要到无可替代了吧？我一定要证明，我就是无可替代的。打起来！我打你！我打死你！陆离，哎，吃个薄荷糖去火。不要。哎呦，陆离，其实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吧，就像情侣，明明相爱，却要互相伤害。再加上你们本身就是情侣，这个伤害值就 double 了。其实你这个回血方式也挺好的，既不会造成真的伤害，也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。就是这个画面呢，就过于血腥了。要不咱换一种死法？啊？比如？比如你看啊，被灯泡砸死，或者先把它打成如花，照镜子丑死。总之啊，世上老板死法千万，不行咱就天换。所以，老板和员工是天然对立的。也不全是，但是那些每天让员工加班，不给员工加班工资，周末不给放假，多年不给升职，对员工呼来喝去的，还有没事侮辱员工人格的那些老板，跟我们那是不共戴天的。你说的是江一成啊？我